如果您是一位资深木友，那一定知道这张木工桌。这种木工桌用料扎实，它完全为手工木桌而设计。它有一个巨大的腿钳和一只带有滑块的尾钳，下部还设计了一个可以滑动的支撑板，配合桌拱与桌挡，可以很方便地处理各种形状、各种质地的木材。这就是鲁博木工桌。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所有鲁博木工桌，其样式与结构都依据一本鸿篇巨著《木工艺术》，它的作者是安德烈·雅各布·鲁博，他是法国启蒙时代少数能以工匠身份跻身于学术殿堂的人物，是能以一己之力编撰出18世纪最全面的木工百科全书，最终被法国皇家科学院认可，纳入到国家知识体系的工艺作家，是少有的以著作替代作品被行会破格晋升为大师的法国工匠，最后还是一名完成了当时跨度最大的木质穹顶，并被美国国会大厦借鉴的杰出工匠。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位在西方木工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人物，以及他所著的《木工艺术》。1739年，鲁博出生在巴黎一个木匠世家，父亲和祖父都是巴黎的细木工大师。11岁那年，他在父亲的工坊开始了学徒生涯。当时的巴黎木匠作坊谈不上光鲜，一位建筑师曾记录过一个早晨造访木匠工坊的感受：地板上洒着水，以防尘土飞扬；屋顶的横梁上挂着各色木料；角落里堆着成品的椅子和柜子。这就是鲁博度过的少年时代。如果按当时的路径发展，他的职业生涯应该很清晰：进入工坊，跟随父辈，从学徒开始做活，在实践中磨练自己的手艺，然后通过行会的考核成为帮工，继承家传的工坊，成为一个合格的手工匠人。如果再努力一些，让手艺更加精湛，让行会认可自己的作品，再交纳一大笔钱，也许可以成为木匠大师，走上行业巅峰。这就是当时法国木匠的成功之路。但他做了一个不太符合时代逻辑的选择，利用闲暇时间自学几何与绘图。这件事放在今天很普通，但在18世纪的工匠群体中却并不多见，因为这些技能通常是建筑师或工程师掌握的内容，而工匠们只需要学习操作、加工、装配即可。建筑师给出复杂结构，工匠们负责实现，双方接触密切却相对平行。也就是说，18世纪的法国仍然是一个道气相分的社会，虽然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尝试用出版、教学与图像记录的方式让两者间建立起更稳定的联系，但却远远不够。由于当时法国手工业话语权都掌握在行会手中，行会体系并不鼓励匠人们去解释技术，而学术体系却十分需要既懂技术又能把技术表达出来的人。这好比是久旱逢甘露，他乡遇故知，双方一拍即合。鲁博与学术界沟通起来十分顺畅，也就结下了许多人脉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知名建筑师布朗代尔。作为一名致力于职业教育的建筑师，对于鲁博这样两头沾的通才自然是见猎心喜，不仅收鲁博当了5年学生，还免了他的学费，这让鲁博的履历变得很特别。白天在父亲的作坊里做活，晚上跟着当时最顶尖的建筑师学理论。鲁博能在这样的导师门下学习5年，为他后来打通学术圈的人脉和视野打下了关键的基础。1768年，29岁的鲁博开始集中精力撰写一部关于木工的书。此时距他第一次拿起报纸已经过去了18年。他不想写一本普通的手册，而是要做一件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，为木匠这门手艺写一部可以与建筑学、工程学著作平起平坐的鸿篇巨制。
拜。